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我今年才30多岁，怎么会得尿毒症了？医生，你真弄错了吧？杨先生今年35岁了。前一段时间，杨先生总是感到乏力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乏力是因为最近工作太累的缘故，所以在这以后的几天里，杨先生就好好休息了。不知不觉4天过去了，他发现自己乏力的症状并没有减轻，反而还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。这个时候，杨先生意识到自己身体出问题了，于是他就到医院里就诊。到了医院后，医生在充分了解了杨先生的情况后，就给他开了个肾功能和肾脏彩超的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以后，显示肌酐724微摩每升，双肾体积明显的缩小，初步诊断为尿毒症。杨先生得知情况后，他一时接受不了，所以就说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。医生解释道，结合你目前的症状和检查的结果，是比较符合尿毒症的诊断的。虽然说检查结果会有不准确的时候，但是概率是很低很低的。最近这几年，尿毒症的发病率确实有增加的趋势。那为什么尿毒症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呢？哪些原因可以引起泡沫尿呢？我们现在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。一、尿液中有泡沫了，是不是就代表肾脏出问题了呢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尿液中的泡沫是怎么形成的。我们都知道纯净水是很难形成泡沫的，但是如果在水中加入了洗衣粉或者是肥皂水，相对来说这种水就比较容易形成泡沫了。这主要是因为纯净水中加入了洗衣粉或者是肥皂水以后，就能降低水表面的张力，水的表面张力减少以后，就容易形成泡沫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尿液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泡沫的，即便偶尔尿液中有点泡沫，多数也是很快就能消散。既然这样，那为何有些人的尿液特别的容易形成泡沫呢？我们自然不会去喝含有洗衣粉或者是肥泡水的水，但是如果尿液中的蛋白质或者是糖类的含量增加以后，就能够降低尿液表面的张力，这样的话尿液就容易形成泡沫。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，尿液中几乎是不含有蛋白质和葡萄糖的，即便含有蛋白质和葡萄糖，其量也是比较少的，这样的尿液自然也不容易形成泡沫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，只要出现泡沫尿，那就说明肾脏出问题了。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，对于正常人来说，也是有可能出现泡沫尿的。我们的肾脏吸收葡萄糖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但是如果一次性的吃了很多的糖类，那就可能会超过了肾脏吸收葡萄糖的能力。这样的话，尿液中就可能会含有葡萄糖。尿液中含有一定量的葡萄糖以后，尿液的表面张力就会变小。尿液的表面张力小到一定程度时，就容易形成泡沫尿。因此，尿液中出现了泡沫尿，那也不一定就说明肾脏出现了问题，毕竟正常人也是可能会出现泡沫尿的。2、哪些原因可以引起泡沫尿？通过上面的介绍，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只要是能够降低尿液的表面张力的因素，那就都有可能会引起泡沫尿。在人体内，能够降低表面张力的物质主要包括葡萄糖、蛋白质和胆红素。因此，只要是引起尿液中的葡萄糖、蛋白质和胆红素增加的因素，那就都有可能会形成泡沫尿。在临床上，可以引起尿液中葡萄糖、蛋白质、胆红素增加的疾病有很多，常见的就包括糖尿病、泌尿系统感染、肝脏疾病、胆管结石、急性溶血等。3、为什么尿毒症的患者有增加的趋势？可能是这4件事做多了。客观来说，尿毒症的病因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在这些病因之中，尿毒症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慢性肾小球肾炎。与此同时，不管是什么肾脏疾病，它们只要发展到中末期，那就都有可能会进展为尿毒症。具体为什么尿毒症患者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，
和烟酒无关，可能是以下4件事做多了。1、滥用药物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药物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，而且不少药物还会直接的损伤肾脏。如果平时滥用药物，那就可能会损害肾脏，进而增加肾脏疾病的风险。不管是什么肾脏疾病，如果发展到中末期，那就有可能会演变成尿毒症。因此，为了我们肾脏的健康，那就尽量不要滥用药物。如果非要用药不可，那就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选择合适的药物。2、憋尿。客观来说，憋尿和尿毒症并没有直接的联系，但是如果长期的憋尿，那就可能会造成尿液反流，进而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。如果憋尿引起慢性肾盂肾炎，那就会增加尿毒症的风险。这是因为慢性肾盂肾炎会破坏肾脏的形状，降低了肾脏的功能，长期以往就会引起肾功能不全，严重的时候就可能会引起尿毒症。3、高血压病人。高血压患者更容易患尿毒症，大家要做好高血压的防治工作，尽量将血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。有研究调查，在高血压患者中有大约 15% 的人群会转化为尿毒症。高血压与肾脏疾病可谓是相互作用，血压若长期的得不到控制，会使肾小球内囊压力升高，肾小球纤维化萎缩，肾动脉硬化，导致肾实质缺血和肾单位不断减少。慢性肾衰竭是长期高血压的严重后果之一，尤其是在合并糖尿病时，恶性高血压时，可在短期内出现肾衰竭。因此，作为高血压患者，必须严格长期坚持控制血压，使血压控制在140/90毫米汞柱以下。如果高血压患者同时合并糖尿病、肾脏疾病、冠心病等，应将血压控制在130/80毫米汞柱以下。4、糖尿病。如果长期的血糖过高对肾脏进行损伤，导致肾脏不仅出现微血管病变，也会出现肾小球的病变，功能逐渐丧失，就会形成了糖尿病肾病。糖尿病肾病一旦起步是无法逆转的，肾脏疾病会逐渐的进展，最后发展成为肾功能衰竭，直至尿毒症期。在患有糖尿病的病人当中，会有 30% 的人直接发展成尿毒症糖尿病。糖尿病患者要定时测量血糖，避免血糖波动大，否则会加重肾脏的损伤，容易诱发尿毒症。想要远离尿毒症，请记住，吃饭2不要，晚上2坚持，你的肾脏才会更好。1、不要吃得太咸。部分人偏好于重口味，做汤或者是炒菜时会放很多的盐，偏爱于烟熏和腌制食物，这样会增加氯化钠的摄入。食盐中含有的钠离子和氯离子通过肾脏生成尿液，然后排出体外。高盐饮食势必会增加肾脏的负担。2、不要吃高脂肪食物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质量提高，很多人顿顿吃肉，不吃肉简直活不下去，吃的蔬菜和水果却很少。长期这种不良的饮食结构会导致高脂血症，引起肾动脉硬化，对肾脏带来不可逆的伤害。3、晚上坚持不吸烟。吸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事，香烟中有很多的有害物质，跟随血液循环进入到体内，严重的损害肾脏，从而对肾脏带来伤害。4、晚上坚持不熬夜。熬夜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常态，但总是熬夜会使得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，刺激收缩血管激素的分泌，从而导致高血压。持续性高血压会引起小动脉肾硬化，从而向尿毒症进展。因此必须戒掉熬夜的坏习惯，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。尿毒症所带来的危害非常大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尿毒症的防治，尽量控制好血压和血糖，并且要维持健康的体重，定期到医院做体检，改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这样尿毒症就会远离我们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